大家好，歡迎收看時事金掃描，我是金然，請訂閱我們的頻道，支持我們點讚、留言，並且推薦轉發。從上個月開始，美國政府正式關門了，除了像軍隊國土安全部等關係到了國家安全和生命財產安全的部門還必須得運行之外，大多數的政府工作人員處於停薪留職、回家待崗的境地。而今天開始，美國政府終於開門了，可以說是一夜之間全美國都鬆了一口氣。這場持續了43天的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政府大停擺，終於是畫上了一個句號。這肯定是可以記入美國史冊的一頁43天聯邦機構是全關門，國家公園鎖大門，全國各機場的安檢員歇工，上萬架次的航班延誤甚至取消，連軍人家屬的食物補助都斷了。想想看，幾百萬聯邦員工沒了工資，連股市都被牽連了。如果還不開門，馬上可就進入美國的那個交通最繁忙、消費也最積極的感恩節假期，那可就太可怕了。11月12號晚上，美國眾議院以222比209票通過了參議院重新修訂的法案，而川普總統看來一直是在他的白宮辦公室在等結果。眾議院那邊一錘定音後，川普很快就帶着他招牌性的紅領帶簽下了參眾兩院都批准的美國政府撥款法案，連川普特有的心電圖式的那個簽名看上去都跳動得格外有精神。而周圍圍了一圈的國會議長等名流政要，個個是笑逐顏開，甚至是情不自禁的歡呼。不過，川普就是個我行我素、愛誰誰的人。這麼喜慶的一個場面川普仍然不忘對着鏡頭打臉左派，提醒美國人記住這一刻別忘了那些想關門害你們的家伙。The United States in an attempt to extort American taxpayers for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for illegal aliens and people that came into our country illegally. From gangs, from prisons,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 They wanted to pay them $1.5 trillion, which would have really hurt our healthcare businesses and our recipients at levels never seen before. Today, we're sending a clear message that we will never give in to extortion, because that's what it was. They tried to extort, the Democrats tried to extort our country. 這次美國政府關門的起因是國會預算談判。參院民主黨領袖舒默鐵了心要在給政府的預算中塞進一筆2000億美元的巨款，是幹嘛用呢？專門用於給非法移民支付免費醫療。川普和共和黨人是火冒三丈，說這是在浪費美國納稅人的錢，1分錢都不給。雙方呢就僵持在那兒了。而左派議員利用參院特有的那個叫 filibuster， 也就是冗長辯論規則，讓共和黨湊不夠那60票。結果呢，政府沒錢開工資，只好關了43天。整個美國的經濟損失估計呢是上千億美元，美國的 GDP 因此也下滑了0.2%。可能有人会想不是美国參議院投了14次票都沒過，那最後修改版本呢，仍然是不給非法移民免費醫療那個2000億美元，那怎麼就又通過了呢？因為政府停擺對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太大了，左派民主黨內部也開始心不齊了。別忘了，
議員們也都是在美国各地被選舉上來的。溫和派就開始擔心，說這樣拖下去，民眾生活被嚴重影響，怨氣可是會發在我們的身上，會影響明年的中期選舉。因此，在第15次投票的时候，有多位民主党的議員就改了主意，因此才能過關。其實啊，即使政府撥款終於批下來了，也就能用到明年的1月底。也就是說，明年的1月份又會像現在這樣，為了新的政府預算案再折騰一回。這也是為什麼昨晚川普在白宮簽字之後，當場再次喊話，說要求廢除參院的那個冗長辯論規則。這樣呢，參議院就只需要簡單多數就可以通過議案了，而不是一定要60票。川普認為冗長辯論法則讓共和黨綁手綁腳通過不了任何觸及根本的法案，逼得川普啊在稅改啊、貿易戰啊等等方面的改革不得不全靠他的總統行政令來推行。而針對像驗證身份證才能投票，以防止選舉舞弊等等這些方面的法律呢，則是無能為力。而且行政令會在總統下台之後被輕易的推翻。We come up to midterms and other things. Don't forget what they've done to our country. I also want to call for a termination to the filibuster so that thi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If we had the filibuster terminated, this would never happen again. And don't forget, we have another date coming up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We can never let this happen again. And we should be able to pass really great legislation. So I say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because, by the way, the Democrats will do it immediately if they ever assumed office, which hopefully they won't. 說到這次美國政府關門造成的影響啊，最突出的就是各地的航班延誤。據統計，被取消和延誤的航班高達近4萬架次。僅僅啊，剛剛過去的那個周日一天啊，全美航班取消了超過1000架次。為什麼呢？雖然各個航空公司是私人的，但各機場的裡面的空中交通管理人員和安全檢查人員是屬於聯邦的僱員。政府關門，他們就一下也沒工資拿了。全美大約有14000名空管員和5萬名安檢員停發工資，造成很多的空管員不上班了，導致空中飛行堵塞，安全的隱患呢是直線的上升，急得西南航空的一位機長直接就在飛機上向乘客喊話，說我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但你們真的應該打電話給你的參議員了。I don't really care what your political persuasion is, but you should really call your senator. Because I'll tell you, this is costing the airlines millions of dollars. And just think of 30 airplanes with one engine running. And it's going to take us at least 90 minutes to take off. So right now we're at a 4% reduction in flight capacity. Next week we go to 10. Last night I had a 6-hour delay in Houston, and the weather was perfect. It's because the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aren't getting paid. 在政府停摆期間，仍然有不少空管员呢没发薪水的情况下，仍然堅守崗位。每天是盯着雷達，協調着天上地下的成千上萬的飛機。而川普4天前在他的社交媒體上發文，要求所有空管員立即返工，拒不復工的人將面臨大幅扣薪處分。川普還提出了一項給予那些在政府關門期間從未離崗的每個空管人員1萬美元的獎金計劃，以表彰他們在危難之際對國家的卓越貢獻。川普同時表達了對那些只會抱怨、擅自休假的空管人員的強烈不滿，甚至說如果有意近期你們要離職的，請趕快走人，恕不支付任何形式的薪資或遣散費。以後呢，將由真正的愛國者來接替這些人。川普不愧是做老闆出身啊，
說給獎金的話音剛落，今天美國的國土安全部長諾姆向德州休斯頓運輸安全管理局的員工開始發放那1萬美元的獎金了，表彰他們在政府停擺期間挺身而出、堅守崗位的工作表現。But we will be looking at every single TSA official that helped serve during this government shutdown and do what we can to recognize that and help them financially with a bonus check to get them and their family back on their feet. So with that, Rico, I want to present to you a check and say thank you from the American people. Appreciate it. Ashley, thank you. Yes. And is Leo here? All right, Leo. 天气变化时节，身体最需要保养，可以考慮普瑞堂的玄寶黑參。玄寶黑參有2種產品，一種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黑參，真空包裝，送禮體面；另外一種是口服液。2種產品的原料都是用韓國產的6年根的高麗參，再經過傳統古法釀造而成。很多用過玄寶黑參的朋友都體會到黑參補充體力和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如果感興趣的話，可以點擊電視下方的鏈接，或者是掃描屏幕上的2維碼，然後輸入給我們觀眾的專用優惠碼，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費郵寄。如果您購買500美元的普瑞堂的產品，還可以獲贈1根玄寶黑參的原根。川普不光會用金錢來打政治仗，政府關門期間，人家還學會了大撒幣了。不過啊，他撒幣可不是往外國撒，而是往自己老百姓的頭上撒。11月9號，川普發帖公告，他要從各國收的那個關稅中拿出一部分錢來，發給每位美國納稅人2000美金。被稱為是什麼關稅紅利？當然了，高收入的人群除外。那這個高收入應該就是指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川普還火力全開啊，抨擊那些反對關稅的人，說他們都是傻瓜。每年關稅收入數萬億，不但要給美國人發錢，剩下的還能償還美國的37萬億的巨額債務。而更驚人的是，川普提出的給每個美國的新生兒都開一個叫做川普賬戶，既鼓勵了美國人生小孩，防止人口老齡化，也等於同時給了每個美國寶寶一出生就有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川普的立法提案是針對今年1月1號之後到2028年的12月31日出生的嬰兒，也就是之後4年裡出生的嬰兒，美國政府將為每一個小 baby 開設一個川普賬戶，並一次性的存入1000美元。川普的這個提案可樂壞了美國正想生小孩的夫妻。據報道，美國人對這項計劃支持度相當的高，有2/3的美國民眾表態支持。有人給這個保守的估計了一下說這1000美金丟進這個賬戶，進入美股指數基金，滾雪球一直到18歲，如果平均的回報是7%的話，那麼每個美國孩子到18歲的時候，至少每個人手裡都有多少？2萬美金。有人開玩笑說，川普賬戶的這個做法是為美國的未來主人們種下了無數的財富樹，也是用最實在的這種方式在教每一個美國人從小愛美國。還不止如此因為這個川普賬戶還允許家長為自己的 baby 每年再往裡存錢，上限呢是5000美元。據白宮網站估算一名2026年出生的嬰兒，如果最大化存入和有效益的話，到他18歲的時候，那麼賬戶裡可能有高達30萬美金。其實川普的這套經濟組合拳
還包括馬上翻過年去，美國家庭還能迎來新的重大退稅，因為川普的新稅法，比如加班的工資免稅、小費免稅等等，很多美國人能看到大額的退款。因此，用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的話說，這幾筆錢加在一起，等於是給美國普通家庭打的經濟強心針。從7月份開始，普京調15萬大軍攻打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的紅軍城，結果到了11月份了，付出了上萬士兵的生命，戰線卻是打成膠著，紅軍城呢更是久攻不下。前天，紅軍城的附近出現了大霧，一段視頻啊是瘋傳網絡，被指呢是俄軍趁着有大霧、無人機看不清的機會，在進攻紅軍城。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剛才放的那個視頻中啊出現的軍隊的樣子啊？裡邊有摩托車啊，什麼改裝的汽車，亂七八糟的行進隊形。說的不好聽點，二戰時的軍隊好像都更像樣子一點，不像是去攻城啊，倒像是被打得潰敗的樣子。果不其然，烏軍總司令瑟爾斯基昨天聲明說，波克羅夫斯克，也就是紅軍城的方向，仍然是敵軍主攻的線路，白天進攻最多。他們還想利用惡劣的天氣搞鬼，但是絕無可能落入俄軍的控制。烏克蘭方面已經宣布了，說因為那段視頻及時暴露了俄軍部隊的走向，因此很快就被烏軍設埋伏，被標槍導彈和攻擊無人機給消滅了。步兵呢，則是四散奔逃。有人可能奇怪啊，說俄烏戰場上現在就沒有像樣的武器嗎？你比如說坦克、裝甲車等等。一段非常罕見的視頻是烏軍的坦克在紅軍城的東北部一個小鎮的突襲行動。烏軍的目標啊是殲滅盤踞在一個聚居區的俄軍的步兵群，切斷俄軍的後勤補給線。俄方已經承認了，確實有這次烏軍坦克的突襲，指出濃霧啊不僅是對俄軍有利，同樣也對烏軍構成了注意。由於烏克蘭無人機的威脅，俄軍步兵啊是缺乏裝甲支援，反而讓烏軍更容易實施戰術性的進攻。很明顯啊，烏克蘭軍隊並沒有一味在紅軍城裡面堅守。昨天，烏軍的第8特種作戰旅潛入了俄軍的陣地，端了俄軍前線的一處地堡，擊斃3名俄兵，順手還繳獲了無線電和證件。
過去的一周啊，烏克蘭軍隊清除了7.4平方公里內的所有的俄軍特別破壞小組，相當於清除了俄軍最前方的偵察網絡。根據烏克蘭國家通訊社的報道，普京在10月份下達命令，要求俄軍在11月15號之前攻占波克羅夫斯克，也就是紅軍城。鑑於這項任務已經無法完成了，俄軍剛剛改了期限了，傳達的命令已經改為什麼？必須在下個月的12月15號之前攻占紅軍城。而澤連斯基在今天中午的記者會上說出了一番讓外界各有解讀的話。澤連斯基是這麼說的：說波克羅夫斯克，也就是紅軍城，情況非常艱難，沒有人會強迫烏克蘭士兵為廢墟而死。我將全力支持我們的士兵，特別是前線指揮官們如何掌控局勢。若代價過於高昂，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還是士兵的生命。自從烏克蘭從那種巴赫穆特式的戰至最後一兵一卒，轉變為了動態防禦，澤連斯基的這種不為廢墟而死的話曾說過多次了。而澤連斯基的話音剛落，今天烏克蘭開始發射一直被外界在期待一共4枚自制的火烈鳥遠程巡航導彈，除了1枚在奧廖爾上空呢被俄軍防空導彈給攔下了，其餘的3枚分別精準命中了克里米亞的油庫、扎波羅熱的無人機儲存基地，還擊中了別爾江斯克的俄軍第5混合兵團總部和第127摩托化步兵師的駐地。我們來看看烏克蘭總參謀部放出來的視頻，支持就更加感謝了。我們下期節目時間再會。